大家好，欢迎回到宋时新语。如果我说呀，在2023年的7月20号之前的7月19号，就是比 LK99 发论文早3天，有人投稿说他们发现了史文超导，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事挺夸张的？如果我再说呀，他们论文题目叫石墨中全局史文超导性，估计你就更吃惊了啊！这不是截胡吗？是吧？那不但截了 LK99 的胡，还截了吃大师的胡，估计得急了是吧？那就算叔叔能忍，那婶婶也忍不了了，对吧？所以啊，别着急，没准呢这篇也是民科呢，是吧？没准呢比 LK99 还不靠谱呢，对吧？我们先看看这篇论文。那这篇论文的 V1 版本啊 ，arXiv 投稿时间是2022年的8月1号。V2 版本投稿时间呢是2023年的4月24号，然后正刊投稿时间是2023年的7月19号，刊发时间啊是2023年的12月31日。这个和 LK99 的论文很相近啊。那2022年6月22号吧，韩国这高丽大学的全教授呢，向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就提交了这个量子能源研究所的这个合作研究报告。那到了2023年的4月30号吧，量子能源研究所呢，在韩国晶体生长学会杂志上呢，就发表了一篇韩文的 LK99 的研究报告、研究论文。到了2023年的7月22号，高丽大学的全教授呢，抢发了 arXiv 的英文论文。那2个半小时之后啊，和李世培合作的这个威廉玛丽学院的金宪卓教授呢，匆忙就发表了只有署名不同的几乎同样的 LK99 的史文超导论文，从而就引发了被麻省理工评论称为2023年的世界科研惨剧之一。那这个事件啊，甚至被主流超导界认为这是民科在作祟。在过去的半年多时间里啊，我大概看过100多篇的超导研究的英文论文。那在论文的 introduction 部分啊，不少都把史文超导称作物理学的圣杯之一。所以啊，史文超导研究的论文啊，不能说层出不穷吧，也是时不时会冒出一个引起轰动。在 LK99 之前呢，是迪亚兹的2次 Nature 论文的撤稿，让很多虎视眈眈的大佬啊，都从迪亚斯的论文上撕下了一块肉来啊。不少反对迪亚斯的论文呢，都在刊发在顶刊啊。即使现在的这一篇绝对不会是最后这一篇，因为即使这篇论文成立，那达成史文超导的途径也不会就这一条。那这个论文的作者呀，叫雅科夫·克里佩维奇啊，他是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的物理系的教授啊。很奇怪啊，谷歌学术是没有他的数据啊。这个雅科夫·科贝列维奇啊，他曾经担任多个国际学术委员会的这个成员。那么现任呢，担任巴西国家科技委员会的顾问委员。那通讯作者呢叫瓦莱里维诺库尔啊，他是 Terra Quantum AG 公司啊，现任这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那么他长期从事这个超导和量子材料的理论研究。那谷歌学术数据啊，总引用是33376，过去5年的总引用是5268这也是和金教授啊相当的这么已经渡劫的大佬。其他作者啊，分别来自巴黎的圣保罗州立大学和物理系，和意大利的佩鲁贾大学，以及瑞士的科技公司叫 Swiss Scientific 啊。那论文开发的杂志啊，也不是传统的顶刊啊，而是一个怎么说呢？也不是野鸡杂志啊，这个是一个相对新的这个期刊。出版商威利啊，是德国化学和物理学领域比较著名的学术出版商。这个先进量子技术，它的2022年的影响因子呢是 4.4。那好了，我们就进入正题看看石墨到底是如何超导的。看这个论文题目叫 Global Room Temperature Superconductivity in Graphite 石墨中全局室温超导性。在摘要在高度取向的这个石墨烯就是热解石墨的样品中
他观察到了全局的这个室温超导现象啊。主要的实验结果和理论包括呢，是在大气压强和室温包括 4.5K 到 300K 下，利用多端子测量在石墨烯样品中呢，发现了零电阻的状态，表明出现了超导现象。超导的关键电流 IC 和正常的状态电阻呈反比例关系。那磁化测量得到了超导屏蔽迹象和磁化回折的循环，进一步支持了室温超导的存在。关键电流 I 随温度的震荡也表明了超导铁磁超导约瑟夫森结的存在。另外他们还开发了一个模型，说明了线性结构缺陷如何诱导局域的超导秩序。这些超导颗粒通过底层的贝尔纳石墨提供的稳定效应而产生全局相干，实现了室温超导。那这个工作呢，就展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去寻找更多的室温超导材料。那基于线性缺陷的这个超导可能会在堆叠材料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我们看一下这个摘要内容吧。摘要内容呢，就是在标准条件下呢，实现室温超导一直是自超导发现以来物理学和材料学呢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那这里呢，报告使用胶带玻璃工艺处理的高度层状化石墨，就是热解石墨中，观察到了全局的室温超导现象。那所说的热解石墨表面呢，形成了近平行的线性缺陷的致密数组。那实验在环境压力下 4.5K 到 300K 的温度区间，以及0到9特斯拉的磁场，这个磁场呢是垂直于热解石墨的基底面进行。利用多端子的测量发现超导的关键电流 IC 受正常状态电阻的约束。那超导的关键电流随温度 T 和磁场 B 的变化与正常态电阻 R 的倒数成比例关系。那磁化测量结果出现的这个超导屏蔽和磁值回线，以及随温度变化震荡的关键电流，都强有力的支持了这个 T 大于 300K 的超导状态。我们开发了一种理论模型来描述 LD 阵列诱导的全局超导。理论表明这种超导源自 LD 中的超导团簇通过贝尔纳热解石墨基体材料的稳定作用形成的全局相干。那所述的稳定作用呢，是通过与三维材料的随导耦合而形成的。那在这个论文中他们就报告了首次明确的实验证据，就是在使用胶带玻璃的高度层状化石墨，就是热解石墨中出现了全局的零电阻状态，也就是室温超导。那所说的这个热解石墨表面就形成了近平行线性缺陷的这种致密数组，就这么简单。又是手撕石墨烯，估计诺贝尔奖委员会得着急了。手撕石墨烯，你得一个奖就得了，没完没了了是吧？别着急我们继续看论文2的实验部分实验装置在我们的实验中呢，我们使用胶带玻璃使用胶带玻璃工艺生成皱纹状的层状化石墨，我们也将其称为线性缺陷。就像这个图 1A 所示表面携带窄间隔的皱纹数之间的距离 d 等于 0.2 毫米，每个皱纹数在图 1A 下图中表示为一条线。实验细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 1A 就是这个图是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显示热解石墨样品中的大规模近平行线性缺陷。那中间这个图就是原子力显微镜 AFM 的图像，演示样品表面山脊状的拓扑结构。下图呢就是器件示意图，数字对应11个银电极，黑条显示为黑条，间距 d 等于 0.2 毫米，布置在热解石墨样品的玻璃表面，细曲线描绘了线性的缺陷。那下面就不读了那对这个 3.1 这个电阻率测量部分呢，读起来是很拗口的我们概括一下他论文认为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在室温下观察到了零电阻状态，表明出现了超导现象。那超导的关键电流 I 与正常态的电阻 R 成反比例关系，这类似于约瑟夫
约瑟夫森结的特性。那第二呢，就是电流电压曲线啊，它就表现为低维超导体的特征，比如充电不平衡风和相变的滑移效应。此外呢，出现了特殊的电压台阶。第三呢，发现一个反常的磁场和温度依赖性，即随着温度升高，关键电流增加。这种行为之前啊，只在一些粒状体的超导体中观察到。第四呢，是关键电流的温度震荡与超导体、铁磁体、超导体的约瑟夫森结的理论预期高度一致。第五呢，就是转变到超导态表现出两步性和电阻随机跳跃的特点，类似于在二维系统中观察到的特性。第六呢，就是磁阻的数据也表现出类似于超导体绝缘体转变的这个特征。第七呢，就是他们搞了那12个银电极，测出定量一致的结果，表明了关键电流和正常态电阻之间的关系具有这种普适性。总之吧，他们的这个电阻率测量就说这就是超导态。那再往下呢，是磁性测量的部分，我们这个好好看看啊。3.2 是磁化测量。那由于石墨烯中啊，这个局域化的岛屿状同时存在铁磁性和超导秩序，以及强的这个基底面的磁化率，那利用这个磁质回线测量小的超导体分数信号呢，是确立传统块状超导体中超导存在的标准工具啊。即使对于体积超导铁磁体来说，这也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实验工作。这里我们报告明确的数据：一、用退火抑制铁磁响应后的样品实现超导磁化回折循环。那第二呢，与超导体、铁磁体、超导体的约瑟夫森结理论预期一致的磁化温度震荡。我们在 T 等于 300K 和 T 等于 150K 下，在垂直于石墨 C 轴的磁场下执行磁质回线的回折循环测量。测量呢是在样品经过热处理后进行的。首先在氦的交换气氛下 800K 退火，然后在约10的负2次方托真空中退火。这种热处理允许暂时的抑制铁磁相应，为减小铁磁信号，需要在低压真空中对样品进行热处理。那考虑到我们观察到的石墨氧化增强的铁磁信号的这个事实，我们推断热处理啊导致样品脱氧，从而抑制了铁磁信号。那图7 A 啊还给出了样品退火前后啊，就是的这个上图和下图 T 等于 300K 的这个磁质回线的数据，可以清晰的看到啊，热处理啊将最初的呈铁磁性的 MH 磁质回线回折呢转换为超导性的 MH 磁质回线回折。那像图8所示呢，这个热解石墨的 MH 的磁质回线回折与测量的双同氧超导体单晶时得到的回折极为相似。那后者呢是强类型的二型超导体，超导转变温度呢 TC 等于 83K。 怎么样，又看到钻石曲线了？那他们说抠了背底，不知道抠的对不对哈。再往后啊就是理论推导部分了，公式很多，我们简单说说。就是说提出了一个模型，那说明了这个线性结构缺陷是如何诱导局域超导序的参量啊，这是通过背景应变梯度的局域化和极化效应来实现的。那这个理论部分啊，它的独到之处呢，在于建立了一个线性缺陷动态规范场和拓扑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解释了实验结果。这个时间说的太长了，我们赶紧看结论部分。那结论部分呢，就是我们在环境压力下首次观察到了全局室温超导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啊，单层石墨烯被誉为新世界的奇迹材料，而大块的热解石墨为技术进一步飞跃开辟了新的大门。实验数据明确表明啊，高度取向的热解石墨的机械剥离形成的近平行线性缺陷阵列实现了一维超导。我们在环境压力下，温度 4.5K 到 300K， 垂直基面的应用磁场高达9特斯拉的条件下，发现超导关键电流 I 与正常态电阻呈反比例关系这就表明出现的超导性质类似于约瑟芬结。
那这一结论啊，也与关键电流的温度震荡行为与超导体、电磁体、超导体的约瑟夫森结的理论预期一致的这一事实中得到支持。那全局超导性啊，源自线性缺陷中的超导域经贝尔纳石墨基底的稳定作用，促进它们之间产生了全局相干。我们关于线性缺陷阵列诱导全局超导的理论，很好的解释了这个实验发现。那我们工作中探索的思路和概念啊，并不仅限于石墨，我们的理论模型啊，指导我们可以让人们啊到其他材料系统中寻找更高温的超导。我们找到的基本原理是，层状材料的线性缺陷处存在强烈的应变量摆动，它们在层内诱导形成局域电子对，则在平面上形成类似约瑟夫森结的阵列结构。那这些超导域之间的隧道耦合促成了全局超导的实现。如果这种局域超导域足够小，那么相当高的超导转变温度就是可能的了。好了，这个太长了，嗓子要坏掉了，还要等着一会儿看呆院的论文呢，不知道能不能发出来。还有其他的内容啊，包括我个人的感受，我们下一集就专门再讲讲吧，包括和原石的关系，是吧？好吧，这里是宋时新语，如果您都看到这儿了，那就关注、点赞、投币3连吧，谢谢，再会。